迪姐和她未婚夫外出游玩，马匹受惊，两人不慎摔下马车。梁世宽摔断了2条腿，残了；迪姐摔伤了脑子，失忆了。梁家要迪姐即刻履行婚约，嫁过去照顾梁世宽，迪姐不肯。他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。嫡母心疼他，和父亲商量让我替嫁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一直很羡慕迪姐能嫁给梁世宽这样的男人，家世好，俊美，还蠢。但我装作不情愿的样子，我默默流泪，看上去委屈又好欺负。这是我给自己立的人设，木讷无趣，软弱胆小。我打小就比家里的兄弟姐妹聪慧，许多东西我一学就会，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我觉得自己是个天才，能带领家族走向巅峰，但家里人不这么觉得。父亲觉得我争强好胜，缺了女儿家的柔顺；嫡母觉得我抢他女儿风头就算了，居然还把他儿子比得一无是处。他视我为眼中钉，暗中克扣我和姨娘的吃穿，纵容下人欺辱我们。我生病了也不给我找大夫，我没有法子，只好装笨，装得比他的儿女都笨。他舒心了，还跟别人说小事了了，大弊未加。我懒得跟他们那些人打交道，就装寡言软弱，一问三不知，3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，免去了很多麻烦。嫡母为了让我乖乖嫁给梁世宽，许诺我许多嫁妆，也拿姨娘威胁我。我姨娘只是一个普通女人，唯一心愿不过是我嫁个真心待我之人。梁世宽不喜欢我就算了，还是个残废，姨娘愁的夜里睡不着，但她没有其他法子，只会流着泪说对不起我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表现出对这门婚事的满意。本来就很满意，现在她残废了，更满意了。嫡母果真给我准备了丰厚的嫁妆，嫡姐来邀功。她生的一副明艳容貌，性格又开朗，在家中很受宠。她一脸愧疚地看着我，到底是我对不起你，要不是我失忆，你也不用嫁给梁公子，所以我央着娘亲给你多添了几台嫁妆。我没说话，看着她表演。她和嫡母一样，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嫁妆丰厚，分明是梁家的条件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嫡姐话锋一转，我听说你本就心悦梁公子，他虽然断了腿，但到底是你心爱之人，本来以你的身份是嫁不了梁家嫡长子的，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妹妹你说是不是？她含笑望着我，我还是没说话。嫡姐失望，伸手在我额上戳了戳，没好气地说，我怎会有你这般蠢笨的妹妹？我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。她摇头，你处处不如我，性子又无趣，梁公子对我用情至深，也不知能不能瞧上你。罢了，到底是我妹妹，我也不好不管你，日后你在她那受了委屈，尽管来跟我跟前说，我去教训她，我的话她总归是要听的。她说着，嘴角忍不住挂了笑意，轻飘飘的，带一点得意。我轻声道，多谢姐姐。大婚当夜，我规规矩矩坐在床边，头上罩着红盖头，有人推着轮椅进来，再带上门出去。长久的寂静后，梁世宽的声音响起，我只爱你姐姐，她现在失忆了才不记得我们之间的感情，等她恢复记忆，我还是要娶她的，我只认她是我的妻子。岳母说你对我一片痴心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对我存了心思。念在这份情上，我不会休弃你，到时我会纳你为贵妾，让你常伴我左右。我沉默，我为我婆婆感到了悲哀。她就梁世宽一个儿子嫡长子，家族的传承，脑子里装的却全是江湖。先娶妹妹，再娶姐姐，然后还要纳妹妹为妾。她要不要听听她在说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婆婆真是辛苦了。不过以后她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因为她的强来了。梁世宽用衬杆挑开我的盖头，我羞答答地斜睨了他一眼，他微微一怔，眼底闪过惊艳，然后他说，我的嫡长子只能你姐姐生，洞房之后你自己去喝婢子药。不是，他刚刚发表了那么一长串感言，难道不是表示他要为嫡姐守身如玉？我没忍住，嘿嘿笑了2声。他道，就这么高兴？我低着头不说话。他又道，替我更衣，扶我上床。他本来就不是强壮的人，腿断之后就更虚了，我都没来得及表演。他用冷漠掩饰自己的狼狈，去喝婢子药。这个傻子，我上哪儿去喝？大半夜的，我一个新嫁娘到处找婢子药，他们家还要不要脸了？我委屈又温柔地说，好的。我穿好衣服，他就睡着了，没用的家伙，累坏了吧？我又重新躺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服侍梁世宽穿衣洗漱，他板着脸问我，婢子药喝了吗？我嗯了一声。他脸色稍细，你也不用太难过，等你姐姐进门，我会赏你一个孩子。我们去正厅，公爹除了梁世宽外，还有一个庶子，叫梁世燕，才13，在公学读书。那孩子天资聪颖，课业卓然，深得公爹喜爱，连带着他姨娘在梁府都十分得脸。新媳妇认亲，公爹还给他备了把椅子。婆婆脸色难看，但没拦着，我就乖乖敬了茶，叫了声柳姨娘。柳姨娘送了我一整套金碧辉煌的首饰，比婆婆给的还贵重。她摸着我的手叹息，可怜的孩子。婆婆双唇紧抿，脸色乌沉乌沉。梁世宽暴怒，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到婆婆绝望地闭了闭眼，柳姨娘低头垂泪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公爹拍桌子，对着梁世宽怒吼，你给我闭嘴，张口闭口贱人，谁教你的规矩？梁世宽和公爹对骂，说他宠妾灭妻，说他狼心狗肺。公爹最后给了他一巴掌，气走了。柳姨娘赶紧带着梁世燕追上去，婆婆失望地看了梁世宽一眼，对我道，你随我来。我去了婆婆院子，在路上婆婆就说了，你公爹不是故意折辱你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宽儿是个不堪重用的。从前四肢健全算他唯一的优点，现在唯一的优点也没了。这个家迟早要交到梁世燕手里，你敬着柳姨娘一点，将来他们母子也不会难为你们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婆婆叹息一声，可我心里怨啊，我不甘心啊，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没用的？
从前我还能劝自己，没有才学不打紧，高门贵族嫡长子就是嫡长子，只要人品没有大碍，就能继承家业，大不了家里养他一辈子。可谁能料到他把自己的腿折腾断了？现在我只能指望你了。进了屋，婆婆叫人把账本拿出来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。第一，你要尽快生下儿子；第二，你要学会管家管铺。你是庶女，想必嫡母没有教过你管家看账本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在我身边学习，我们婆媳联手，也能跟柳姨娘他们争一争。我乖巧点头，又道：但如此，我便没有时间照顾夫君了。婆婆声音冷淡，家里那么多下人，哪里要你费心？这之后，我白天跟着婆婆学管家，我学得很快。家里的下人和名字我认一次就能对上，谁负责厨房，谁负责茶水房，谁负责库房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宫中的铺子，账本上的问题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各种货品进价多少，市场价多少，我一清二楚，谁也糊弄不了我。婆婆惊为天人，逢人就夸我，我居然在圈子里有了点名气。梁世宽对此不满，他本来就是个不务正业的，断腿之后就更有借口了。但他出门不便，又怕别人异样的目光，最重要的是断了2条腿也没什么他能玩的项目了。他希望我能时刻陪在他身边，饿了我亲自下厨，渴了我端茶递水，无聊了我给他找乐子，陪他胡闹。他非常不理解他娘为什么要霸占他媳妇，本来说好给他娶媳妇就是来照顾他的。好几次早上他故意缠着我不放我走，一开始我还兴致勃勃地和他打情骂俏，后来我就烦了，狗都没他粘人。我写了一篇策论给他，让他背熟再誊抄一遍拿给公爹看。他这时候倒不蠢了，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同时也很震惊我有这样的才学。从前我怎么不知你这般才华横溢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故意做出一副娇嗔的模样，反问他：从前你只盯着姐姐看，眼里哪里有我？他本来还有点嫉妒，见我拈酸吃醋就笑起来。我又道：咱们夫妻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好我就好。他感动地握住我的手。梁世宽用这篇策论修复了和公爹的父子之情，后来我又给他写了好几篇，还作诗，公爹感动得都要哭了。我儿长大了。梁世宽用我教他的话人模狗样地说：从前是儿子不懂事，现在成家了也该担起男人的责任了，以后儿子不会让父亲忧心了。听到他这番懂事的表态，父子俩当场抱头痛哭。后来有一次，公爹在正事上遇到难题，叫梁世宽过去商量，没有我梁世宽屁都说不出来，但他会装作深沉的样子。容儿子回去想想。然后他回来找我，想到了一条绝世妙计，喜得公爹当场感慨：我梁家后继有人啊，后继有人啊！妙计呈上去，不仅解决了麻烦，还得到了皇上的嘉许。得知是梁世宽献计，皇上给他批语，身残志坚。梁世宽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他何德何能，居然能得到皇上的赞美。他回房后向我深情许诺：舒月，都是你的功劳，我决定了，等我娶了你姐姐，不让你做贵妾了，我让你做平妻。梁世宽深情凝视我，一副我对你好吧的样子。我低头翻了个白眼，我的名气更大了。会管家，会做生意不算什么，能管得自己的夫君改邪归正，进取向上才是真本事啊！我简直是模范娘子，梦中情媳。嫡姐沾我的光，变得炙手可热，人家觉得淑女都这样了，嫡女岂不是更有本事？嫡姐来梁家看我，打扮得明艳动人，我热情道：姐姐怎么有空过来？她上下打量我，共穿软绸的衣裳，杨枝玉簪子挽发，百年老东珠耳坠，手上只戴一串沉香木珠，看上去素净低调，却处处透着贵气，和以往在王家灰扑扑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她的瞳孔缩了缩，酸溜溜道：妹妹真是大变样。我温和的笑：婆母宽厚，夫君疼爱，自然越来越好。她的笑容僵了僵：是吗？又说了几句话。梁世宽闻风而来，刚被下人推进门，他就激动地叫了出来：周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嫡姐道：妹夫你没误会，我没有恢复记忆，我只是听说你们夫妻和睦，琴瑟和鸣，很是欣慰，特地来看一看。梁世宽马上说：周周，你别误会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我对舒月只有亲情没有爱情，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对她好的。我神色如常，淡定地喝茶。嫡姐红着脸道：妹夫慎言，在我心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的妻子是舒月，以后这种话你不要再说了，舒月该生气了。梁世宽道：不会的，舒月最善解人意了。嫡姐愣了一下，我继续喝茶，嫡姐替我打抱不平。那你也不能这么欺负舒月。她大声说道，好像被气狠了，眼睛还红了。梁世宽心疼坏了。周周，你别哭，是我不好，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舒月好的。婆婆后来知道了这事，你太天真了，你姐姐她呀没安好心。我惊讶，怎么会？夫君很听她的话，她让夫君对我好，夫君就说要一辈子对我好。婆婆无奈，真不知道说你聪明还是笨，反正你听我的话，以后少见她，也别让宽儿和她见面。她摸我的头发，宽儿腿断后，我以为他这辈子就完了，没想到坏着坏着，日子竟然好起来了。我儿子什么样，我心里有数，都是你的功劳，你的才能胜过许多男子。我道，夫妻本就是一体。她露出欣慰的笑，你若是再生个儿子，就完美了。但我始终没有怀孕，我的身体很健康，那有问题的只能是梁世宽。以前嫡母不给我和姨娘请大夫，我就自学医术，偷师来府里的大夫，不管谁生病，我都去市集，慢慢就学会了，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能治。趁梁世宽睡着，我给他把脉，他果然不能生，我生气的踹了他一脚。人怎么能一点用处都没有呢？梁世宽不能生的是我没瞒着婆婆，她不愿相信，又请了好几个大夫，得到的答复都一样。她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，我静静地望着她。一开始她脸上全是绝望，慢慢的她冷静下来，眼中闪过无奈，抬头看向我。
聪明人之间，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这件事必须隐瞒下来，绝不能让柳姨娘知道。年关的时候，京城来了一位神医，是专门进宫给贵妃治病的，据说医术高明，能活死人肉白骨。皇上对身残志坚的梁世宽印象深刻，贵妃好了之后，就嘱托神医去医治梁世宽。我和陆继白的第一次见面，其实闹哄哄的，因为寄予了很大期望，公爹和婆母都很激动，梁世宽也很激动，抓着神医的手，哭着说：“神医，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一辈子坐轮椅。”柳姨娘在门口张望，还有许多丫鬟婆子挤了一屋。我站在梁世宽轮椅后面，和陆继白短暂的目光相接了一下，有电流从我脚底窜起，直冲脑门。他给梁世宽检查了一番，然后说：“可以治的，就是时间比较长。”屋子里一阵欢呼声，梁世宽高兴地站立起来。陆继白又说：“你们找一个细心懂医理的人跟我学一下推拿，要认穴位，最好记忆力强点。学会之后要每天给病人按压腿部。”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了。我带陆继白去他的院子，这段时间他就住在梁家，有自己单独的专门的院子。因他喜静，我将他的院子安排在最北边，有专门出府的角门。院内布设也是素淡高华，除出日常洒扫，其余时间没有人。他扫一眼，对我道：“夫人费心了。”这时候的嗓音又跟人前不一样，压低了些，尾音轻轻一扫，裹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缱绻，很勾人。他的行李不多，衣物多是浅色，其他的就都是医药用品了。他给我看周身穴位图、12经络图、人骨结构图以及五脏六腑对应表。少夫人需在短时间内将这些记住。他同我面对面站着，一边说一边微微轻身凑近。我点头，不必，明日就能记全。他轻声笑了一下，细长的眉眼挑起。少夫人别说大话。我向前挪了挪步伐，低笑。是不是大话？陆神医明日就能知道。他的神情迷离了一下，我伸手去拿图谱，他也伸手，清瘦颀长的手指压在我的手背上。这些都是真品，可不能带走。我慢慢将手抽出来，神色如常。那我就在这里呗。他挪开手，低头掀了一下嘴角。少夫人归名书月，王书月。高松露书月，落影如画地。我嗯了一声，在案几前坐下。他在我身后微微俯身。我叫陆继白，寸心忌瑶叶，寒月半丹炉的继白。我低声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半个时辰后，我抬起头，我记住了。他微怔，这么快？我背给他听，一字不落。他又考我，也都能答上来。他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很久之后才吐出一口气。书月竟是个天才。我谦虚，只是记忆力比一般人强。他又教我实际操作，也是一点就会。力道要把握好。我在他手臂上捏了一下，是这个力道吗？我没看他，垂着头，他的声音从头顶悠悠传来。是。陆继白说我很有天赋，要收我为徒，公公婆婆都很高兴。一来能被神医看中，那是多大的荣耀；二来谁不想有个医术高明的家人？梁世宽也觉得好，唯独柳姨娘忧心忡忡，她私下来找我。少夫人有没有想过，大少爷腿好了之后还会不会要你？我没说话，他又说，我可是听说他对你姐姐情深意重，即便已经娶了你，也对你姐姐念念不忘。他的腿要是好了，你说你姐姐的失忆症会不会也忽然好了？我温婉地答，只要能陪在夫君身边，哪怕没名没分我也愿意。柳姨娘恨铁不成钢，她决定自己动手。梁世宽的腿要治3个月，下药简单，却容易被看出来。柳姨娘也算是做足了功课。那天陆继白给梁世宽针灸，我在旁边观摩学习。结束后，我服侍梁世宽穿衬裤。冬天的贴身衬裤，梁世宽一共有6条，都是素色面，打眼看上去一模一样。我却记得针脚的差别，这一条是新做的，但分明还没到做新衣裳的时节，也没有在我跟前过眼。我当即就拿剪子把衬裤剪开了，一堆药材散落下来。看着满床散落的药材，梁世宽整个人都懵了，惊愕地发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陆继白从床上捡起几片散落的药材看了看，瞬间识破了端倪，是冰片和薄荷碎。梁世宽还是一脸懵，陆继白面色沉静，看着他继续开口解释：长期贴敷，寒气持续侵入伤处，气血凝滞，久处不愈。听到这话，梁世宽的脸刷一下白了。我察觉事情严重，立刻通知公婆，一层一层查下去，就查到了柳姨娘头上。她收买了给梁世宽做贴身衣物的丫鬟，证据确凿，柳姨娘供认不讳，到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陆继白站在一旁，面色平静，不咸不淡地缓缓开口：冰片和薄荷碎，气味清淡，混在满是药味的房间，就是我也很难发现。多亏了书月徒儿，既救了梁公子，又挽救了为师的名誉。迎着众人的目光，我轻声解释自己能一眼发现端倪的原因。夫君有几条衬裤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婆婆在一旁心疼的抹眼泪，梁世宽也感动地拉着我的手不放。真是个好孩子。此时公爹震怒，要打死柳姨娘。从前小打小闹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看在燕儿的面子上也没与你计较，你却不思悔改，越来越过分，竟敢谋害嫡长子！你以为宽儿好不了，这个家就是你的天下了吗？梁世宽现在是公爹的心肝，家族的荣光，谁伤害他就是要断梁家前途，公爹怎能忍？柳姨娘吓坏了，不住磕头求饶。她是真没想到公爹一点情分都不顾。梁世燕匆匆赶回来，跪在地上给柳姨娘求情，她的额头磕破了，鲜血直流。看着血流满面的梁世燕，公爹面露不忍，婆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心领神会，为了顾全家族的大局，主动站出来开口劝解。罢了，夫君总归是没事，他们兄弟往后还要互相扶持，总不好搞出深仇大恨。只要小叔发誓，以后誓死效忠夫君和他的孩子，绝不背叛。倘若违背，柳姨娘长穿肚乱，不得好死。假如小叔肯发誓，公父就饶柳姨娘一命吧。公爹还未发话，梁世燕就迫不及待地指天发誓。我梁世燕对天发誓，以后誓死效忠长兄和他的孩子，绝不背叛。有违此事，
柳姨娘长穿肚烂，不得好死。我梁诗燕重病缠身，仕途无望，不得善终。柳姨娘痛哭，柳姨娘被送到乡下庄子上看管了起来。每年梁诗燕还能去看她一次。对这个结果，梁世宽很不满意。私下里，他跟我抱怨：这个毒妇就该乱棍打死，你们就是心软。我柔声细语：是我们妇人之仁，不及夫君杀伐果断。这个傻子，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？梁诗燕好歹是有真才实学的，拿捏住柳姨娘，等于拿捏住她。有她辅佐，梁世宽的家主之位才能坐得稳，坐得久。我每天都去跟陆继白学医，他待人和睦，医术精湛。时日一长，我的医术开始变好了。那些曾经杂乱的症状，如今也渐渐清晰了。3个月后，梁世宽能站起来了。我陪他锻炼，他一步一步走得越来越好。他健步如飞那日，首先表达了对我的感激之情，肯定了我的付出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去找狄姐了。后面的事是跟着梁世宽的小厮后来禀告给婆婆的。梁世宽冲去了王家，兴奋地告诉狄姐他的腿好了。狄姐很震惊，接着落泪。真是太好了，你终于痊愈了。我一直很自责，要不是那天我想去骑马，你也不会摔断腿。梁世宽说：不关你的事。然后他猛然反应过来，你想起来了，你恢复记忆了。狄姐流着泪说：我早就恢复记忆了，怕影响你和妹妹的感情，才一直装作不记得。梁世宽握着他的肩膀：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我希望你和妹妹夫妻恩爱，可你们真的恩爱，我心里有个刀割了似的。我怕你不爱他，又怕你爱他，我心里苦。梁世宽跟着他一起落泪，深情拥他入怀。你受苦了，我现在就去跟舒月说，我要娶你为妻。狄姐猛地推开梁世宽：不，我不能对不起妹妹，妹妹那么喜欢你，我怎么能抢她心爱的男人？可我爱的是你。妹妹已经是你的妻子，你娶我，她怎么办？梁世宽说：我早就跟他说好了，你做正妻，他做平妻，他很愿意的。狄姐怔住了，我和婆婆都没当回事。梁世宽跟我摊牌要娶狄姐，我很柔顺，只要你能说服爹娘，我没问题。他去跟婆婆说，被婆婆甩了一巴掌，又去跟公爹说，被公爹踹了一脚，骂他腿刚好就开始不着调。陆继白本打算搬出去另寻住处，但我医术尚未学成，尤其是几味疑难药方的配伍，急需他指点，便恳请他多留些时日。他应下了，只是叮嘱我务必守礼。那之后，我们日日相对研习医理，我一有问题就向他请教，他也一一解答。我们不曾有过半分逾矩。梁世宽因腿伤出狱，陆继白吩咐他需静养半年，戒绝房事。我正好借此避开那些不愿应付的亲近，这样倒也得了几分清静。反正梁世宽的心思也不在我这，倒不如和离，随我去药王谷学医。师傅，小女子是庶女，哪有自己决定的权利？师傅想带我走，可我不想离开京都，背井离乡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中。梁世宽闹了一阵，谁都没说服，于是狄姐亲自出马了。他约我在外头见面，一坐下来便开门见山的向我提出要求：你自请下堂吧，梁世宽本来就不是你的，你能陪他这么长时间也该知足了。我看着他轻笑了一声，果断地吐出2个字拒绝。我不。他一愣，有些恼怒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比你漂亮，比你聪明，会管家，会做生意，还懂医术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狄姐目瞪口呆，好久没反应过来，随后指着我大叫起来：这才是你的真面目！你踩着我嫁进了梁家，你好深的心机！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毫不留情地笑了起来。你装什么？你根本没失忆，不想嫁给残废才装的。只有梁世宽深信不疑。他踉跄后退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你不爱梁世宽？我哈一声，满脸轻蔑和嘲讽。当然不爱，他那么蠢，只有你会爱他。哦，不对，你也没那么爱他，你不过是发现没人像他那样盲目爱你，才迟迟没有定下婚事。狄姐被戳中痛处，顿时气得咬牙切齿。你真会装。彼此。傍晚，梁世宽来兴师问罪。昭昭说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还让他不要同你争，你背着我都做了什么？我一脸茫然，泪珠滚落。啊，我没有这样说过，我怎么会不爱夫君呢？夫君，你想想平日里的细节，我若不爱你，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？爱是要靠行动感知的，不是光靠嘴上说的。我并不知道姐姐是怎么了，她怎么会胡说八道呢？她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心理上，梁世宽是更相信狄姐的，可我又说的句句在理。他跟我成亲以来的这段日子，我的为人如何，他也是看在眼里的。一时之间，他茫然了，他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我又说，兴许姐姐是太在意你了，爱情使人盲目，爱情让人患得患失，姐姐也是害怕失去你，你不要怪他。梁世宽表示非常理解，他还送了礼物去宽慰狄姐。嫡母对此非常纠结，他当然知道梁世宽家世好拿捏，对狄姐更是爱重。可是他已经娶了我还颇有贤名。他腿一好就想着贬妻为妾，新娶妻姐，这是他忘恩负义，薄情寡恩。但王家若是答应，就是王家不知廉耻，罔顾礼教了。王家承担不起这样的骂名，父亲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除非我犯了什么大错。我和婆婆一同参加侯府宴会，一去气氛便有些怪异。原来是嫡母和狄姐也来了。狄姐和梁世宽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许多人都知道，要脸的都知道藏着掖着一点。偏他俩觉得真爱无价，为爱奋斗很光荣。我们来之前，狄姐就在和她的小姐妹说心里话。从前的事我都想起来了，我和宽哥也是有缘无分，偏他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怎么也不肯放弃我。唉，爱情就是这么让人左右为难。嫡母和其他夫人在交际，不知道狄姐在口出狂言，那些小姐妹脸色都挺尴尬。先不说失忆是真是假，就是在梁世坤两腿都断了的情况下，我还嫁给他，要么是真爱，要么是被逼的，反正苦的不会是狄姐。一见到我和婆婆，狄姐就跑到婆婆跟前行了个礼，道：梁夫人，
我有件事想和你说。婆婆面无表情，迪姐根本不管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妹妹和宽哥成亲这么久都没有身孕吗？婆婆面色骤然一沉，猛然抓紧了我的手。嫡母本来要上前阻止，听了这话，故意放慢了步伐。其他人也竖起了耳朵，高门大族的八卦谁都爱听。迪姐得意洋洋，轻蔑地扫了我一眼，因为王淑月她一直在服用避子汤药。满场哗然，众人的目光倏一下都聚集到我身上。婆婆反而松了一口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胡说，是真的。王淑月根本就不喜欢宽哥，她根本不想生下梁家的孩子。我不信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可以找个大夫来看看。长期服用避子汤药的人，一诊便知。我叹口气，看着她，姐姐，当初是你嫌弃夫君残废，不肯嫁他，现在见他痊愈了，你又想回头，人性复杂，我懂。但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你可是我的亲姐姐。迪姐叫起来，我那是失忆了，我若是记得，哪怕宽哥只剩头能动，我都会嫁给他。你根本不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淡淡道，我不信。迪姐气急，又很快冷静下来。你别胡搅蛮缠了，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蒙混过关吗？梁夫人，你要看着你们梁家的血脉断在王淑月的手上吗？婆婆的手动了动，我知道她想抽迪姐，我轻轻握住她的手，道：迪姐空口白牙的一句话就要大夫给我检查，那是不是我随便污蔑这里的任何一个人，他们都要被迫接受检查？王淑月，你是不是心虚了？你要不是心里有鬼，你怕什么？我道：我可以让大夫检查，但若是大夫检查出来我没喝过避子汤药，你要怎么跟我赔罪？迪姐愣了一下，她根本没想过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身上所有的首饰。她嗤笑，果然是个眼皮子浅的。侯府是有府医的，在府医来之前，迪姐把她身上的首饰都摘下来放在了托盘上。她今日卯足了劲儿要压我一头，穿的戴的皆是家中最好的。嫡母瞅了托盘一眼，有点肉痛，但迪姐昂着脖子，抬着下巴，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。府医来了，给我诊断。众人皆屏息凝神，迪姐一眨不眨地盯着府医。府医诊了挺长时间，刚把手放下，迪姐就迫不及待地问：大夫，怎么样？他是不是长期服用避子汤药？大夫对着我拱手，这位夫人身体素质很好，并无寒凉症状。婆婆大喜，忙吩咐丫鬟给赏钱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迪姐勃然变色，她猛地一拉府医，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被他收买了？说他给了你多少好处？这位小姐，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操守！侯夫人看不过去，让府医下去，又板着脸，语气冷淡地对嫡母道：王夫人，令千金似乎精神不济，我看你还是及早带她回去休息。这已经是明晃晃的感人了。嫡母面沉如水的要把迪姐拉走，迪姐不肯走，对着婆婆疯狂大喊：梁夫人，你相信我，他肯定是收买了府医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婆婆鸟都不鸟她。侯夫人一个眼神，立刻有侯府的婆子帮着嫡母一起把迪姐弄了出去。嫡母还恋恋不舍地看了满是珠宝的托盘一眼。我对侯夫人道：扰了侯夫人的宴会，很抱歉，此事由我之起，这些首饰就麻烦侯夫人以侯府的名义赠给慈幼院，当是淑月的赔礼。侯夫人推辞一番，终是应下。回去的马车上，婆婆问我避子汤药的事怎么回事，我就把新婚夜梁世宽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。婆婆怒火中烧，他是不是有病？我坐在房里等梁世宽，迪姐出了这样大的丑，又损失惨重，她肯定会跟梁世宽告状。梁世宽很晚才回来，中间我去找了一趟陆继白，他这段时间比较忙，我们不常碰面。陆继白见我进来，冲我招手：这几天太忙，没顾得上陪你，给你买了个镯子，你来试试，看喜不喜欢。我看着他，师傅，你不该因为我被困在这里。他站在那里失神了一会，然后轻笑：那不行啊。我奇怪，为什么？我本就是下山来找份活干的，更何况你这等聪明的好苗子可不多见，我走了就要被人抢走了。我忍不住笑，靠近他：那师傅好好看着吧，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我的师傅的，看师傅日后表现。他无语笑了。王淑月，你真贪心。梁世宽进门时，我下意识地看向他的嘴，他的唇角有淡淡的口之色。梁世宽怒气冲冲：王淑月，你骗我，你根本没喝过避子药，你一直在骗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喝了，今天王令昭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出来，我会有什么下场？他不耐烦：我们自己家的事，你顶多被人说几句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不过是让爹娘对你失望，让昭昭顺利进门。我的声音愈发冷：断夫家子嗣，我会名声尽毁，要么被夫家休弃，再被娘家放弃，要么被关入家庙，无论哪一种，我的后半生只会凄惨无比。梁世宽愣了一下，眼中闪过心虚：不会的，到时候我肯定会给你求情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脸上却忽然楚楚可怜起来。你不爱我，我只是想要个人陪陪我，而且我也没有怀上。以后迪姐进门，你的眼里不会有我。我一想到这个，心里就像刀割一样。我只是想要个孩子陪我聊聊天。我泪如雨下，梁世宽手足无措：你别哭啊，别哭了，身体再好也不能这么哭啊。我小声抽泣，他道：算了，以后要是有了既做庶子女就行了。昭昭这么善良，她不会介意的。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骗我。我微微点了点头，他又道：那个昭昭的首饰你还给她吧，再给她道个歉，她今天哭得差点晕过去，还被岳父骂了一通。我柔柔道：首饰捐出去了，我再给她买几副更好的。梁世宽喜笑颜开：我就知道你最懂事。我约迪姐见面，她盯着我看，眼中闪过恨色。我什么都没带，空着手，她问我
首饰呢？我懒懒道。其实夫君早就不爱你了，他现在爱的是我，只是他自己还没意识到，他对你只是习惯。迪姐不信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男人嘛，都是很容易变心的，谁陪他睡，他就爱谁。你看，他一开始说不让我生他的孩子，我一哭了，他也就算了。他说要娶你进门，让我自请下堂，我掉几滴眼泪，他就一拖再拖。迪姐脸上皱白，你不知廉耻！我轻笑。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走了。后面几天，梁世宽一直没回家，婆婆气得要死。她做丈夫的居然几天夜不归宿，真是荒唐。她带人去找，不让我跟着。再回来时，梁世宽是被抬回来的。婆婆身边的心腹匆匆去请陆继白，我被拦在自己的院子里，不让出去。但我后来陆继白都告诉我了，迪姐在外面租了个别院，和梁世宽做了好几天夫妻，两人借助药物纵情酒色。婆婆找到他们的那天，梁世宽因为纵欲过度晕倒在床上，迪姐怕得要死，连大夫都不敢请。要不是婆婆及时赶到，她就准备丢下梁世宽自己走了。梁世宽因为治疗不及时，半个身子瘫了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这种丑事不好报官，婆婆恨极了迪姐，绑了衣衫不整的迪姐去王家谈判，父亲当场就要打死迪姐，嫡母死命拦住了她，哭着说：既然昭昭已经是世宽的人了，就让她嫁给世宽吧。舒月是她妹妹，他们感情好，就让昭昭做平妻，两个人不分大小。她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梁世宽偏瘫了，还觉得以迪姐的手段肯定会把梁世宽笼络住，就算现在是妾，以后也肯定会爬到我头上。婆婆道：别做梦了，还不分大小呢。平妻说白了也是个妾，正经人家哪里会弄个平妻，就是良妾，你们爱要不要？父亲和嫡母不敢争，要。谁知道迪姐不愿意，她隐隐约约知道梁世宽是马上疯了，就算没立刻猝死，以后也不会正常。她又哭又闹，父亲和嫡母这才知道了梁世宽的病情。婆婆冷笑：王大姑娘上回可是说了，宽儿哪怕只剩一颗头能动，你也会嫁给他。难不成王大姑娘现在又失忆了？迪姐反正就是不愿，最后是嫡母把给迪姐准备的嫁妆赔给了婆婆，婆婆才罢休。但迪姐也不能再在王家待着了，父亲匆匆给她选了一个离京城10万8千里的人家，远远的把她嫁了。这些事婆婆后面才慢慢告诉了我。这期间我没见过梁世宽，婆婆骗我她去老家修祠堂了，其实她一直被关在偏院里，公公嫌她丢人，不让人见她，婆婆也对她失望，我假装不知道。婆婆告诉我那天，我去看了她一眼，她沿着墙根在练习走路，半边身子将死似的不听使唤，右手蜷成一团扣在腰侧，右腿拖拖拉拉撑不住身子，只能靠着墙根一点点挪，偶尔抬头，双眼无神，像一潭死水。我没忍心进去，哭着走了。来年春天，我领养了一个孩子，孩子太小，虽是男孩，公公还是想把家业交到梁世燕手上，没想到梁世燕是个一诺千金的。我梁世燕誓死效忠大哥和他的孩子。公公没有法子，只得耐心等着护着孩子长大。梁世宽终究没能痊愈，半年后在某个安静的清晨离世。我没有改嫁，带着儿子一边跟着陆继白精进医术，一边用心打理梁家产业。我开的药铺平价惠民，在京城渐渐有声名。我办了族学，不分嫡庶，连梁世燕都甘心来做教书先生。许多年后，我的儿子高中进士，朝堂上直言敢谏，民间则流传他母亲岳夫人的善举，免费施药，收留孤寡，教女子读书识字。夫人当年替嫁，心里可曾委屈？人生哪条路没有风雨？走过去了，便是晴空。窗外的月亮正圆，我忽然想起出嫁前的那个夜晚，也是这样的月色。走过了那么多风雨，往后每一步都该是晴空。